这是自由的模型，听 C 哥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恩分享。本期和各位分享的是造的第二款产品神域。还记得之前造的第一款救赎，我来了个全网手段，然后还提了一大堆的问题，属实是没留情面。放心，我下次还这样。评测视频如果连缺点和优点都不提的话，那还怎么给玩家带来正确的产品评价？那么本款模型的现货价格也是来到了135元，这个体量目前来看性价比还是比较不错的。外形上熟悉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一款模型是魔改自 TR5 加普兰这款机体。万代有出过 HGUC 系列的加普兰相关模型，并且整体的框架没有进行太多更改，比如这个看着就有点缩脖的上半身。对比第一款模型救赎，本款模型是有很多的提升的，这个还是要给好评。不过本款模型依旧是存在很多的问题，这个我们下面的环节来详谈。本款模型的盒子确实不小，很厚，分量也在这儿。这一次的峰会也还算比较可以。当时听说有开盒骨架断裂的情况，这里边我先一镜到底来看一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中奖。简单的掰了一下，这一款模型到手最危险的部分就是这个胯部，可以看到全身是采用了大量的合金零件，关节部分都是如此，只有胯部这个关节是没有采取任何合金件的。加上神域这一款骨架的塑料材质是偏软的，还不太像泡沫件，有点类似于之前救赎一样的材质，把玩起来是比较危险。根据之前朋友反馈，这一次柱形卡榫不是半装，而是换成了空心装，两侧是比较薄的，并且细看的话也可以看到卡榫边缘已经是出现了一点点的白痕，各位拿到手之后一定要好好检查。板件一共是27块，也是摆满了一大桌子。纸制品方面包括水贴和说明书，这里我要吐槽一下，水贴分的真的是好碎呀，而且和胶贴一样，边缘一大块方形的白边，这还不如第一款水贴了。说明书就更是重量级啊，不对，应该说里边的排布是重量级。我真的是好久没有看到过这么垃圾的板件排布了，一个步骤10几块板件，然后主体和武器都做完了之后，做到背包甚至还需要22块板件，即便是做到了最后一步也需要10多块板件。我真的是拼一步换个板件，然后不一定哪步还得回头去找，这样做真的是很累呀。这一次的板件质量对比第一款有明显的进步，我当时还发了动态，详细的展示了救赎板件细节存在的缺点，因为这个行为当时也确实被骂了好一段时间。这一次的透明件以及这种小板件效果其实还不错，并且依旧是哑光效果，速组状态下也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力。但是到了深色板件再看，画风就不太一样了。零件表面是非常的粗糙，单看板件质量和之前的救赎有点进步，但是不太多，尤其是这一次的藏蓝色零件会更加的明显。白色零件的状态还可以，细节刻线什么的处理的也都比较清晰。地台表面的质感也是比较糟糕的，可能也算是一种铸造感吧。那么本款模型的内容物包括主体、很长的狙击枪、光束特效件、造型手、连接件、MA 形态的支架地台。同时本款模型的尺寸也是非常的巨大，带背包的高度要比卡板莎莎比还要高上很多。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部，由于我个人是没做过 HG 加普兰的，所以这里就不去进行对比。神域的头部五官算是比较明显，但是本款模型并没有提供补色贴纸，眼睛和接人器的部分建议补色处理，不然会很暗，根本看不到。头部顶端的2个天线还可以单独活动，不过这个地方是容易松脱的。整个头部的细节和造型比第一款救赎要好上很多，毕竟之前的那个是有点忧伤的眼神。头部需要处理的部分就是这个活动关节会很紧，建议打磨一下。神域的头部整体可动还算比较可以，前提是把我上面提到的关节给它打磨一下，不然把玩起来就只剩下这个球形关节的工作了。并且我这个头部建议往上给它拔出来一点，不然的话看着确实有点敦实，有点怪。神域的胸部和胯部为了保证变形机构是完全连接在一起的，胸部我个人感觉这几个灰色零件添加的属实是没啥必要，尤其是中间的这个装上去之后和周围的零件曲线完全不匹配，对我个人来说看上去有些突兀。胸部两侧的凸起这个部分也是透明件，也不是特别明显，建议给它涂个色。前肩甲是通过了这个一段卡扣、一段球形关节的零件进行连接，向前活动角度还比较不错，侧摆的话就会有一定的限制。并且前肩甲的内衬也并不是完美的状态，前肩甲侧面的零件是可以进行展开，露出内部的导弹分件，这个设计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侧肩甲也是一个柱形卡榫进行连接，根部还有一段台漆可动，整体的效果也算是比较常规的状态。胯部内侧也有一点细节体现，比如这4个液压杆的刻画。由于设计问题，腰部只剩下弯腰可动可以实现，
后仰也可以实现，但是这个部分的连接件在裆部内侧，所以会带着裆部装甲一起活动会比较怪。同时我也考虑了一下，如果在当前状态下追加一个平转，那么中间就得分开，然后给它垫高一段。如果有一个平转，那么摆动作以后会更好。胸部和胯部我个人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个部分的1/8零件安装是比较紧的，注意扣扣。神域的肩甲整体的尺寸会比较小，除了有个抬起可动之外，就真的没有别的东西了。正面看的话，按照我的审美，把这个灰色凸起和上方零件正面的凸起给它去掉，让它更圆滑一些，我会更喜欢。神域的整条手臂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并且这个部分我个人感觉也是细节和凸起做的最好的一点。除了手臂后方的装甲这个蓝色展开盖板，如果能给它做成和周围零件一个颜色，然后就这么下来，给它整个尖儿就行了，那么这个手臂就比较完美了。手臂后方的装甲也是可以进行展开，内部有光束发生器，直接安插光束特效件就可以了。但是特效件的根部有2个孔洞，就很迷惑。我在想啥样的光束能是这样的，不太理解。我是不是有点多事儿啊？翻云手是提供了4对，尺寸都不小，整体的手指摆放角度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并且这几个单人手的大拇指都是带有独立可动。同时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本口模型的板件真的是比较粗糙。按照加普兰的设定，手臂后面挂载了2个应该是大型的推进器，神域这个反正应该是推进器加光束炮的设计，尺寸很大。尾端的这几个应该是喷口的位置，前端这个应该是光束炮，但是这个部分的分件设计比较一般，这个割裂的状态我不是特别看好。并且炮口两侧的装甲中间的圆环、尾端的推进器和内部的这个辅助翼，这些东西都是带有可动的。这里我还想吐槽一下，尾端推进器燃料管的部分处理的有点寒酸，真的好空啊！我实在是没看到燃料管和任何一个推进器进行对接，有点不太合理。而且在安装前端这2个零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扣孔，这个部分的零件是比较薄的，安装一定要注意。另外，这2个武装最大的问题就是连接件的角度。首先，手臂这个连接件只能进行平面可动，不能翻折。同样，武装背面的连接件也是同样的问题，这就导致这个手臂和武器在摆放的时候，怎么整都是整不平的，一直是斜的状态，这个是最烦的一点，把玩体验会比较差。整个手臂和肩甲的可动都是非常舒服的，一方面得益于合金件的应用比较合理，另外一方面就是关节比较粗壮，这个厚实的感觉非常舒服。手臂需要处理的部分，我遇到的只有肩胛左右核是需要进行扩孔处理。本孔模型的大腿根问题在之前的开盒里边就已经提到了，这里就不去再过多的赘述。同时，由于腿部合金件分量是比较足，胯部关节的支撑力度在部分角度下确实不太行，并且关节比较危险，建议不要抬腿活动。这个部分不给合金件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大腿外甲的棱角和细节处理，我个人感觉还好，这个部分没有太多突兀的地方。膝盖在活动的时候，大腿外甲和膝盖装甲都会有一点联动，不过大腿这个部分看着会比较空，观感上并不是特别好。小腿就是比较标准的喇叭裤造型，正面装甲可以向2侧进行展开，但是这个部分的固定效果也是比较一般的，建议加固。下端的白色零件也可以进行活动，但是这2个向侧面活动装甲到底是为了啥呀？也没提升可动，也没什么展示的，有点比较迷惑。大腿外侧喷口也是可以单独活动，内部也有一个细节刻画，并且整个零件都可以进行活动。内部是有一个关节组，但是这个部分也是固定效果比较一般的小问题，需要加固。小腿后方的推进器也是采用了多层展开结构，效果也还不错。脚部我们单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注意各个关节的活动。首先就是这个和大腿连接的柱形卡榫和大腿根部那个属于是同样的问题，材质偏软，零件比较薄，我这个边缘已经是有一些白痕了，各位在保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另外是这个侧摆的柱形卡榫一定要打磨处理，或者加点润滑油，这个部分是非常紧的，我是一点一点扭下来的，没出什么太大的问题，还算结实。各位在活动这个关节的时候，一定要一点一点的去尝试。脚掌前端的装甲也是带有可动，但是球形关节是容易松脱的。另外，前脚掌和后脚跟会有些许的可动设计，后脚跟还可以作为辅助支撑，得益于脚掌的面积是比较大，整款模型的站立稳定性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整个腿部的可动其实正常情况下还好，但是胯部的不稳定性带来的这一款模型比较糟糕的体验，其实是摆不出什么太好的动作，而且是真的不敢去摆。腿部我遇到的问题，首先是 N7 这个零件对应的孔位是需要进行扩孔，这个部分的2侧左右核零件需要进行扩孔，然后就是前面提到的需要注意的关节了。着地部分我们就全部的介绍完成了，剩下的时间来看一下背包部分。
背包的尺寸也确实不小，主要组成的东西包括主推进器和两侧的光束炮，直接插上主体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固定会有些松，主推进器的根部是关节组进行连接，可能范围会比较多，但是这个部分也是比较容易出现白痕的，需要注意。除此之外，推进器尾端的装甲也可以进行展开，但是吧，这个展开的设计有点意义不明。同时，背包中间还有2个导弹，这个可不是推进器啊。分件造型和前军甲的那个是完全一样的，这个部分要是别人从背后给你来一梭子，背包就直接炸了。就算是用推进器保护导弹，等会儿推进器保护导弹，多少有点比较不太合理。真的，这个地方都不如推进器一点火把导弹炸了，直接致敬卡板 NT 高达。两侧的光束炮是通过关节组进行连接，这个部分的可动范围也是比较优秀，并且紧实度都还挺好，摆动的时候比较实用。并且光束炮还可以单独拆卸握持在手上，由于手腕的稳定性比较不错，单手握持也是没有任何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安装在腰部后方的推进器组，这个部分好像还可以作为盾牌的设计呈现。老实说，你这个盾牌就只防御后面这2个推进器，两侧还有绿色的透明件，这个不会真的像是德天使那样释放基因粒子包裹全身吧？好像这么整还挺合理。这个推进器通过方形卡榫进行固定，稳定性还是比较可以的。中间的部分也有外夹展开，有一说一，你把背包那2个导弹放在这里边都比较合理，然后背包下端那2个给它替换成喷口。两侧的盾牌是通过了关节组进行连接，活动性会比较不错，但是和主体的干涉会比较大。推进器的部分可动也都是普通的铸金卡榫。这里我还有一个疑问，这个盾牌还有一个小滑槽的结构，能够滑动一点点，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没用的方形孔位，这个地方当初是不是应该设计了连接件，可以装在其他的地方，然后给整没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这2个背包部分的问题是，这个地方的左右盒是需要进行扩孔，关节组的零件安装都是非常紧的，需要注意。推进器中间的组件是需要进行扩孔。额外的武器部分就是这把非常巨大的，应该算是狙击枪吧，长度是直接来到了37厘米，尺寸还是相当的给力。当初说不给握把的时候，我就合计了，零件这个孔位和卡榫都开模好了，可不能随随便便的改。那这个握把零件真的是后加的，还是说像严峰那样先整点幺蛾子，再发公告说，哎呀，我们听了玩家的意见，我们改？我真的不好说。同时这里我还是要夸一下厂家的进步，就是在左右和零件的拼接缝隙这个部分的处理还是比较不错的，在这方面零件设计已经超越了光辉和刃皇。枪的准镜造型确实比较不错，但是前端没有透明件，也没有细节刻画，只有一个铸型卡榫，就好像这个地方真的是忘了设计一样。中间的握把可以调整方向，也可以用来手持，弹夹是可以进行拆卸，里边装了4发导弹，都是独立可以拆卸的，但是安装在最底下的这个确实不好拿出来了，并且导弹是通过了3个分件组合而成，整体的分色处理还是比较不错，这个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常规的握把大货是有提供的，但是不具备可动。然后就是尾端的这啥呀？榴弹吗？而且根部这个零件总感觉像应该是还有一个外面嵌套零件一样，但是这个和准镜一样，就有点意义不明。这个部分还有一个锁扣，解锁之后可以向后拉，前端的准镜还会展开，但是展开了个寂寞，前端什么细节也没有啊。MA 形态的变形其实整个流程会很简单，说明书写了一大堆，还有一个什么扫描二维码观看视频，然后还没有二维码，我翻了半天连个二维码都没有。这个变形你只需要知道一点，为了方便，我个人直接把手臂和背包给它先拆除下来，然后还需要把腹部这个小零件给它拆除，真的是很小的一个啊，注意收纳。直接将胸部打开，然后和胯部的关节给它掰一下，就变形完成了，就这么简单。得益于胸部的组合是有卡扣的，稳定性还是比较不错。剩下的腿部调整一下向后，然后把刚才拆下来的全部东西给它装上去。不过背包和手臂的角度调整就看各位怎么喜欢怎么来了。面颊的零件也可以替换成这个飞行姿态，不过不太好拆，记得先扣孔。厂家后续也是被骂的加了一个支架地台，但是很可惜，地台只能摆放 MA 形态，没有 MS 形态的支架。虽然这个玩意儿吧也确实不太好摆动作，加上也确实挺沉，我个人能接受的程度是，哪怕给一个像上期视频里自由 1.0 那种
不用调节的支架，或者是像之前星灭那样的支架，支架杆粗一些其实也行。支架和主体的连接也是很简单的，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还可以使用连接件将这个步枪安装在裆部，但是这个固定效果吧比较松，而且还不太好插。那么到此为止，这一款模型我们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当前的价格和这个量有一定的性价比是肯定的。整款模型的素质对比第一款救赎也确实是有很大的进步，这个是值得好评的。不过在外观设计上，我个人还是感觉很多凸起显得没有必要，去简化一下反而会更好一些。也可能是刚做完天启身上的凸起反而更多，在我眼里就显得这个神域有点眉清目秀的感觉了。人家的排布如果能再整得好一些的话，我真的希望改一改，因为这样拼的起来真的很累。零件表面各种粗糙的质感也确实应该好好的打磨一下模具。还有就是像狙击步枪的准镜，以及后方那个所谓的像是榴弹一样的东西，再来就是盾牌内部的这个空的凹陷，像这样的有点意义不明的设计，真的是希望能够再好好的去给它一个所谓的连接件，或者是给它一个真正的玩法或者用法这样的东西，就总感觉有点设计的半打磕击的东西。针对重要关节部，比如胯部和脚腕，如果下一款还是合金骨架，请一定要把这些重要的关节部分做得结实一些，真的是求求了，别再整这些小问题了。除此之外，这一款模型貌似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然后就是希望厂家的骚操作和言论能够少一些，毕竟销量怎么样，最后还是要拿产品质量说话。你如果和玩家对着干，真的没有任何好处。综合来说的话，这款模型也确实说得过去，就是这个魔改的机体确实比较冷门，改的也比较一般，不过也算是这一段时间新品里边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个，偶尔换换风格也不错。在视频里我也是提到了很多我想到的，比如一些玩法的改动了，不过想一想的话，也可能是我被这些所谓的设定给禁锢了，万一不合理的设计某种意义上也是合理的呢？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创新也确实是很重要，希望未来这个厂子能有更好的设计吧。我对造这个厂家其实多少有点怨念，不是这一款神域没给评论件的原因，而是管理员在群里骂我，也确实让我很不爽。不过救赎和神域我也算是优缺点全部表达出来了，你要是再无脑黑，那就真的没啥意思了。剩下的就看你们下一款产品怎么去打磨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如果各位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